原来冯巩和郭德纲之间还有这层关系。我跟耀文老师呢，没有师徒的名分，但有师徒的情分，因为他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当年冯巩很喜欢相声，但因为身份的原因，根本没法从制现场调到曲艺团工作。就在冯巩不知所措时，侯耀文和石富宽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作品，觉得是个人才，直接从北京赶到天津邀请他加入铁路文工团。冯巩虽然很愿意，但厂领导不同意。为此，侯耀文在厂里免费表演了3场，打动了厂领导，这才同意让冯巩调到北京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侯耀文的赏识，才会有现在冯巩曲协主席的地位。而侯耀文和郭德纲的关系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师徒关系。早年间，郭德纲因为同行打压，可以说杀疯了。不管是谁，只要得罪了他，就会被变成段子砸挂。甚至于和他没什么恩怨的冯巩，也被意外牵扯其中。你得上春节晚会，就是这儿的相声好说。这缺席哪儿都能来这个啊！现场有一个400人合说的相声，400人大群口相声。节目一开始打在山上，蹭蹭蹭跳100个说相声来，到最后拿洋车拉上一个逗哏的来。是啊，这演员一下来冲观众们说：“观众朋友们，我吓死你们了！”虽然郭德纲没有指名道姓，但说的是谁，大家不言而喻。因此，事情发生后，不少人都等着郭德纲被冯巩告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冯巩不仅没生气，还十分赞赏郭德纲的艺术水平。不过此后，冯巩和郭德纲就再也没有了联系，因此就有人猜测冯巩也和主流一样看不上郭德纲的行为。但是碍于侯耀文的面子，只能做一个旁观者。虽然说冯巩和郭德纲表面上没有任何联系，但是冯巩的徒弟和德云社关系非常好。比如说贾玲和岳云鹏就一起参加了不少综艺，甚至于冯巩还邀请岳云鹏参演了一部自己拍摄的电影。